她用左手挤压着自己的乳房，右手却翻看着离婚协议书，而对此毫不知情的丈夫还舔着脸摸摸肚子，问她家里有没有吃的。女人见状非常无奈，但因为孩子刚刚睡着，她并不想现在吵架，于是便走进厨房给丈夫煮方便面。然而面饼刚放进锅里，丈夫就把她挤给儿子的奶弄洒了。更崩溃的是，丈夫的手机在这时响起，桌上的烂摊子自然就甩到了女人身上。可当她收拾完成，却听见门外传来丈夫的笑声。趴在猫眼上一看，她此时竟开心得像个孩子。女人见状再也忍不了了，冲出去直接摔碎了丈夫的手机，而丈夫也说出了这部电影为数不多的一句台词。这是一部不到16分钟的电影，但它却看哭了中国上百万对夫妻。两个18线小演员在这间不足40平的房子里，更是演绎出了中国2.5亿单身男女的恐婚真相。女人刚生完孩子，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却不得不匆匆投入工作，只为给这个家多添一份收入。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她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送走帮忙照看孩子的亲戚，本以为可以稍作休息，转眼却看到满地狼藉。打翻的杯子浸湿了地毯，儿子的玩具散落一地，奶瓶发出了馊味，纸尿裤堆满了垃圾桶，餐桌上残羹剩饭未收拾，卫生间里衣服堆积如山，水池里锅碗瓢盆等待清洗，滴落的水声像是生活的催促，提醒着他还不能停下。他轻手轻脚地开始收拾，不敢发出一点声响，生怕吵醒熟睡的孩子。1个小时后，终于收拾完了一半，女人累得瘫倒在沙发上，刚要闭眼，就听见了丈夫开门的声音，于是连忙从沙发上弹起，在丈夫发出更多声响前阻止了他。可丈夫刚准备进屋，就又被女人拦在了门外，因为她敏锐地捕捉到一股异味，低下头在丈夫身上闻了闻，然后便从丈夫口袋里掏出一包8块5的红双喜。她气愤地把烟盒扔在地上，丈夫却默默捡起。女人没再理会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水龙头，准备清洗最后的碗碟，结果却发现丈夫进门后只顾着看手机，还随意乱扔自己的臭鞋。女人忍无可忍，将鞋子捡起，一把扔向丈夫。丈夫这才察觉到妻子的不满，赶忙垂出笑脸，小心翼翼地把鞋放回鞋架。可当他回来之后，又随手把臭袜子脱下，还放在了沙发上。女人气得握紧拳头，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，但还是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怒火，继续着没有做完的家务，将脏衣服一一归类。她担心洗衣机的动静吵醒孩子，只能选择用手搓洗衣服，而丈夫就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坐在沙发上刷抖音，还看一些跟他们生活毫不相关的视频，可把女人给气得不轻。当初她不顾家里人反对，甚至推了好几个富二代的相亲，毅然决然的要嫁给爱情，嫁给这个一无所有的男人，但如今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婚姻现状，她实在是受够了，于是便有了想要离婚的念头。然后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，她认为丈夫是在跟某个狐狸精打电话，这让本身就有气的她更气了，直接摔碎了丈夫的手机。而懵逼的丈夫也被这莫名其妙的举动气到了，追上妻子就准备破口大骂，可女人却率先转过身，流下了委屈又绝望的泪水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也不敢哭出声音，生怕吵醒旁边熟睡的孩子。而直到这时，男人才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然而这一切真的就如我们所见吗？男人就真的毫无责任感吗？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他的视角，看看这离谱行为的背后是不是还藏着其他隐情。自打结婚之后，男人几乎就没了休息日，每天都过着扫把晚酒的生活。可这天晚上，他熬夜干了1个星期的工作，却被领导告知项目取消，也就是说他这一周都白干了。可水电费全都已经成了负数，交完钱之后，看着还有7000多点的余额，男人感到压力山大，因为他还有车贷房贷要还。可即便兜里没钱，在看见路边的美女时，他还是想起了家中的妻子，想起了他结婚前的貌美如花，又想起了他现在被生活摧残的样子。于是在路过商场时，进去买了妻子一直想要的面霜，结果刚出来就发现汽车玻璃上贴着张罚单，左前面的翼子板也被撞了一个大坑，当然也有可能是之前就有的，只不过没有多余的钱修罢了。回到家还没有进家门，男人就收到一个好消息，关系不错的主管听说他的项目被取消了，于是便好心给他介绍了个新客户。他是做宠物品牌的，你今天晚上赶紧把他们的抖音从头到尾看一遍，争取出一个方案，明天去开会，如果能拿下来的话，我给你多争取点提成。听到这里，憋屈了一天的男人终于露出来一点笑模样，
可当他准备开门时，还是在门口调整了半天，因为他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妻子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他刚把钥匙插进锁孔，妻子就从里面打开了门，上来就训斥不说，还把他的烟给扔了。不过他知道妻子是为孩子着想，也就没有说什么。捡起烟之后，便赶紧开始为新项目做策划。期间，主管要求电话沟通，可就在出门时，他发现奶瓶掉在了桌子底下，而就在钻进去捡的时候，不小心撞翻了桌上没有封好的储奶袋，里面的奶洒得满满一桌子。可主管那边还等着电话，他只好让妻子自己收拾。结果他正和主管聊得火热时，妻子竟毫无预兆地把自己手机摔了，这让男人很是气愤。但看着妻子泪眼婆娑的样子，他只好强行把气憋在心里。而妻子也不想因吵架弄醒孩子，于是便拿起手机示意男人用它交流，然后便独自坐到马桶上，并在对话框里打出了5个字：我们离婚吧。与此同时，男人坐在卧室的床上，手机屏幕已经被摔碎，不过好在还能用，于是他也和妻子一样，在对话框里输入了几个字：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但最后这2句伤人的话他们都没有发给对方，而是全都换了种说话方式。妻子的是孩子我自己带，没有你的生活会更好。丈夫的则是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有多累，我不工作不加班，你喝西北风吗？结果这2句话他们也没有发出去，于是又开始重新编辑。妻子说真后悔当初没有和富二代相亲，可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妥。丈夫说我每天累死累活就是为了回家受气吗？自作之后感觉自己也有错，所以说这句话也不行。而2个人就这样反反复复编辑了删着又编辑，都想试图找到一种既能表达自己不满又不会伤害对方的方式。最终还是丈夫率先打破的沉默，主动给妻子发了个表情包。妻子看到后先是一愣，然后回了个迷之微笑。见妻子搭理自己，男人便趁热打铁，又发过去一个搞笑表情，而女人也开始见招拆招。很快，本该争吵的2人就因为几个表情包全都露出了笑容。在马桶上坐累的女人也起身来到了卧室，路过丈夫时还故意踩了他一脚，很明显这就是想要和好的信号。于是男人就开始挑逗妻子，结果这一碰不要紧，小女人的脾气瞬间就上来了，对着丈夫不是掐就是咬，虽然很痛，但男人心里满满的都是幸福。见时机成熟，他赶紧从包里掏出面霜递给妻子，女人接过，脸上瞬间露出惊喜的神情，但嘴上却说着有这钱还不如给孩子买奶粉。男人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2人打打闹闹吵醒了孩子，生活又回到了日常的琐碎，但他们的感情却在这一刻重新升温。这部电影用短短16分钟道出了无数人婚姻中的无奈与心酸。生活就像一场无声的战争，夫妻双方都在各自的战场上疲惫不堪，却忽略了对方的付出与不易。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视角看待问题，觉得对方无理取闹，却不知道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战场，而是2个人的并肩作战。婚姻不是比谁更苦，也不是比谁付出更多，而是要一起面对生活的艰辛，一起战胜那些破坏感情的坏脾气。当矛盾不可避免的出现时，不是用争吵去伤害对方，而是用沟通去理解对方。就像电影中的夫妻，他们差点被生活的琐碎打败，但最终选择了用爱去包容，用理解去化解。也许这就是婚姻的真谛，也是幸福的秘诀。